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有些老朋友，一辈子不怎么抽烟，也不怎么喝酒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平日里看着身体挺硬朗，可偏偏在体检的时候，突然被查出了肝硬化，甚至是肝癌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只有大腹便便、嗜酒如命的人才会跟肝病扯上关系吗？其实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表面的常识给骗了。肝脏是个不长痛觉神经的哑巴器官，等它真正开始让人觉得疼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所以，养生这件事，从来不是等生病了才去补救，而是在身体还好的时候，懂得晴天留伞。在翻阅相关公开资料时，就会发现，那些活得通透长寿的长者，身边往往都有高明的医生。就像一位知名长者的私人医生曾经指出，想要远离肝癌和肝硬化，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灵丹妙药，靠的只是日常最普通的3种天然食材和3大逆转法宝。这3种食材就是菜市场里最常见的绿茶、姜黄和十字花科蔬菜，而3大法宝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：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。聪明的人从不在顺境中麻痹，而是在太阳高挂时就为身体准备好雨伞。听起来是不是太简单了？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。但老话常说，大道至简，真正能调理好身体的学问，往往都藏在最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。您可能会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听过的养生偏方多了去了，什么核桃补脑、黑豆补肾，可真正能坚持下来又切实见效的寥寥无几。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之所以值得咱们认真听下去，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商界智者的亲身验证。您不妨现在就在心里盘点一下这3种普通的天然食材，您家里的厨房现在备着几样？如果让您给自己的睡眠和日常活动打个分，您觉得自己能及格吗？既然这些东西家家都有，人人能做，那为什么偏偏是它们能成为肝脏的防弹衣？这3种食材到底该怎么搭配，怎么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保护作用？为什么那么多平时看着挺健康、不胖也不爱喝酒的人，会突然查出肝脏问题？这背后的真相其实藏在肝脏的生理结构里。在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中，肝脏是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个。医学上常说，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，它内部没有痛觉神经，就算已经受损了70%，它依然能咬着牙继续工作，绝对不会轻易让您感觉到疼。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可怕的现象：当您觉得右上腹开始隐隐作痛，或者脸色发黄、浑身没劲的时候，往往说明肝脏的损伤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很多人总觉得，只要我不天天喝酒，只要我不大鱼大肉，把自己吃得很胖，肝病就跟我没关系。这就是最大的认知误区。您可能不知道，平时炒菜放多了的不健康油脂，长期积压在心里的闷气，为了儿女操心熬过的每一个夜，甚至是一口没舍得扔掉的，有些发霉的剩菜，都在悄悄地给肝脏增加负担。肝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化工厂，每天默默地帮我们解毒、过滤。如果垃圾太多，化工厂总有一天会超载罢工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很多老朋友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剩菜剩饭舍不得倒掉，热了一遍又一遍继续吃。殊不知，反复加热的饭菜、放置过久、略为变质的食物，其中悄悄滋生的黄曲霉素，恰恰是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，对肝脏的伤害尤其直接。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隐形负担，比大吃大喝更容易被忽视。养生绝对不是等体检报告上亮起了红灯，才慌慌张张的去吃大把的药，而是在您觉得我身体挺好，我什么毛病都没有的时候，
就开始有意识地保护它。这就像是在给您的身体存一笔定期存款，身体的账本从不弄虚作假，你透支的每一分，最终都要用健康来偿还。不用花大价钱，不用到处寻医问药，只要把这3+3的法宝融入到每天的1日3餐起居作息里，您就能在不知不觉中给肝脏穿上一层厚厚的防弹衣。那么咱们先来说说这餐桌上的第一道防线。为什么菜市场里几块钱一把的蔬菜，到了懂行的人眼里就成了无价的护肝宝呢？为什么菜市场里最不起眼的几样东西能成为肝脏的护身符？咱们今天就来把这位长者私人医生极力推荐的3种天然食材给您掰开揉碎了讲讲。您听完就会发现，原来真正的大补根本不需要花什么冤枉钱。第一种食材是给肝脏洗个温水澡的绿茶。咱们老一辈人爱喝茶，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习惯。肝脏每天帮我们过滤血液里的毒素，时间长了，它自己也会藏污纳垢。您把肝脏想象成咱们家里的地板，绿茶里的那些有益成分就像是一把温和的拖把。每天喝上1-2杯淡绿茶，就相当于每天都在帮肝脏做一次温和的日常保洁。它能把那些多余的油脂、代谢的废物给冲刷掉。但您记住了，一定是淡茶，千万别喝浓茶，浓茶反而会伤胃。有些朋友喜欢空腹喝浓茶，或者一泡茶叶反复冲上一整天，这其实都是错误的喝法。正确的做法是，饭后半小时用温水泡1小撮绿茶，喝个7-8分浓，喝完就换水，别让茶汤放凉了继续喝。这样温和的坚持下去，既护肝又不会刺激肠胃，一举两得。第二种食材是身体里的灭火器姜黄。很多朋友可能对姜黄不太熟悉，其实它在咱们的咖喱里很常见，是一味非常好的天然香辛料。随着咱们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里往往会藏着一些慢性发炎。这种发炎您在外面看不见，也不觉得疼，但它就像是身体深处的一团暗火，时间久了就会把肝脏烧出问题，甚至引发肝硬化。而姜黄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微型灭火器，它能顺着血液走到肝脏，把那些悄悄燃烧的小火苗给扑灭。做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，就是在给内脏降温去火。您可能会问，姜黄这么好，是不是得多放才管用？其实不然，养生讲究的是细水长流，而不是一口吃成胖子。炖肉、炒菜的时候撒上小半勺姜黄粉，配合一点黑胡椒同吃，还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其中的有效成分。这就跟咱们过日子一样，细水长流才是长久之计，猛火爆炒反而容易适得其反。第3种食材是给细胞穿上铁甲的十字花科蔬菜。这个词听着像个医学名词，但说白了就是咱们菜市场里几毛钱、几块钱1斤的西兰花、大白菜、卷心菜和萝卜。私人医生为什么点名要多吃它们？因为这些蔬菜里藏着一种能直接给肝脏细胞穿护甲的物质。如果把外来的毒素比作乱飞的子弹，那每天吃一盘炒西兰花或炖白菜，就等于给脆弱的肝脏套上了一件防弹衣。这类蔬菜最好的烹饪方式是清炒或者短时间的水焯，避免长时间高温油炸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其中的护肝成分。老话说，五谷为养，五菜为充，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懂的道理，放到今天依然管用。说到这儿，跟老朋友们讲一个身边真实的例子。老家有位街坊张大爷，今年70多了，年轻时候是厂里的老会计，一辈子精打细算，唯独在吃饭这件事上从不将就，每天雷打不动一壶淡绿茶泡着喝，家里炖菜总要撒点姜黄粉。老伴还笑话他跟印度人学的，西兰花、卷心菜更是常年不断炖。前2年社区组织免费体检，
同龄的几位老哥都查出了不同程度的脂肪肝，唯独张大爷肝功能各项指标干干净净，连大夫都夸他这肝脏比小伙子还年轻。张大爷自己倒看得云淡风轻，常跟人念叨一句话：我这一辈子没攒下多少钱，但这身子骨是我这辈子最值当的存款。您瞧，这跟私人医生推荐的3种食材不谋而合，道理都摆在明面上，难的从来不是知道，而是像张大爷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。您看，绿茶负责打扫卫生，姜黄负责灭火，十字花科蔬菜负责防御，这3样加起来就是一套最完美的肝脏安保系统。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那我今天晚上吃1斤西兰花，明天是不是肝就好了？这就又要回到咱们上一章提到的长寿长者的智慧了。做生意讲究的是长期主义，没人能靠1天赚成首富。身体讲究的也是复利效应，这些天然食材不是速效救心丸，它们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，一顿吃不出奇迹。但如果您能坚持吃上1年、5年、10年，这种每天几毛钱的微小投资，最后回报给您的，就是一个即使到了80岁依然硬朗、不罢工的肝脏。最好的长寿药，往往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菜市场里。但是光靠吃这3种天然食材还不够，如果一边吃着防弹衣，一边却在拼命往身体里扔炸弹，那吃再多西兰花也是白搭。那什么是身体里的炸弹？私人医生给出的另外3大逆转法宝，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，究竟又藏着什么玄机呢？咱们刚才说绿茶、姜黄和十字花科蔬菜是给肝脏穿上了防弹衣，可要是您一边穿着防弹衣，一边却顿顿大鱼大肉，这不就等于在往自己的身体里扔炸弹吗？这就是为什么那位长者的私人医生在推荐了3大食材之后，紧跟着就提出了3大逆转法宝：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。今天咱们先来聊聊前面这2件法宝。别看他们只有短短6个字，这背后却藏着这位千亿富豪一生都在践行的2个字：克俭。我们在相关资料中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，这位纵横商界的老人家，即便身家千亿，依然戴着几十年前的平价手表，日常穿的也是简单的深色西装。他常年吃得很清淡，1碗白饭，2样小菜，就觉得很满足。为什么越是富有的人，在吃穿上反而越懂得节制？其实，把这个道理放到咱们的身体上，简直再贴切不过了。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年纪大了，得多吃点好的，今天炖个蹄膀，明天熬个老火靓汤。您以为这是在补身体，其实这是在给肝脏和肠胃增加债务。咱们前面说过，肝脏是个巨大的化工厂，您吃进去的每一口肉、每一滴油，最后都要交到肝脏那里去分解代谢。如果您顿顿吃得十分饱，肝脏就像是一个被迫连轴转加班的工人，连口喘气的时间都没有。时间长了，不仅会得脂肪肝，那些处理不掉的垃圾还会在身体里发炎，最后演变成肝硬化。所以私人医生说的管住嘴，不是让您饿肚子，而是教您给身体做减法。每顿饭吃个7、8分饱，少吃1口油腻，这就相当于给忙碌的肝脏放了半天假。真正的养生就像持家一样，不在于您往家里搬了多少贵重的东西，而在于您懂不懂得及时清理没用的废品。养生不是往身体里堆砌营养，而是学会有节制的做减法。具体到咱们的1日3餐，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小窍门：吃饭的时候先吃青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吃主食，这样既容易产生饱腹感，又能减轻肠胃和肝脏的代谢压力。另外，晚饭尽量吃得早一些，清淡一些，别让沉重的一顿饭
在临睡前还压在肠胃里，那样肝脏晚上也没法好好休息。说完了管住嘴，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件法宝——迈开腿。一提到迈开腿，很多老朋友直摆手：“我膝盖不好，可跑不动步了。”您误会了，私人医生讲的迈开腿，绝对不是让咱们老年人去跑马拉松或者做剧烈运动。在商业世界里，生意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现金流。钱只有流动起来，企业才有活力。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，中医常讲气血，只有气血流通了，五脏六腑才能得到滋养。如果天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或者吃完饭就躺下，气血就像一滩死水，毒素全都淤积在了肝脏里。那怎么才算正确的迈开腿呢？非常简单，吃完饭半小时后，去楼下溜达溜达、散散步，或者在家里打一打太极拳，做做拉伸。只要让身体微微出点汗，感觉到气血通畅了，这就足够了。这种不花1分钱、不伤膝盖的微小行动，每天坚持下来，比吃多少万的补药都管用。如果天气不好，或者您所在的地方冬天寒冷，夏天酷热，不方便出门，那也没关系，在家里靠着墙站一站，原地踏踏步，伸展腰背，一样能起到疏通气血的效果。养生这件事从来不讲究形式，讲究的是您能不能坚持下来，少吃一口饭，多走几百步，这就是最朴素也最高级的生命投资法。那么除了这管住嘴和迈开腿，私人医生提到的最后一件法宝——睡好觉，又凭什么能被称为身体最高级的自我修复程序呢？咱们刚刚聊完了管住嘴和迈开腿，接下来咱们要揭开私人医生给出的最后一件法宝，也是被很多人严重忽视的一件法宝——睡好觉。有些老朋友听到这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睡觉谁不会啊？闭上眼睛不就完了？这也能算养生法宝？您可千万别小看睡觉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一家大公司哪怕白天运转的再怎么辉煌，到了半夜，财务部门也得关起门来盘点资产、平清账目。咱们的身体跟开公司是一样的道理。白天您的肝脏像个连轴转的化工厂，帮您解毒代谢。到了晚上，它也需要停工盘点，进行深度的自我修复和垃圾清运。如果您总是熬夜，或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就相当于逼着肝脏在半夜继续强行加班。时间一长，不仅肝脏会过劳死，您整个身体的资金链也会面临断裂的风险。但现实情况是，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是不想睡，而是真的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事儿，操心儿女的房贷，担忧孙辈的学习，甚至为了白天在菜市场里受的一句闲言碎语而在心里生闷气。这时候咱们不妨再借用一下那位长者透出的智慧，在生意场上失去人心的信任是最大的破产，而在人生这场修行里，失去内心的宁静同样是一种彻底的破产。很多事情就像商场上的起起落落，您哪怕整夜不睡去发愁，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。俗话说得好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您替他们操再多心，熬再多夜，都不如把自己照顾得白白胖胖、健健康康，老了不给他们添麻烦来得实在。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学会放下，不生闷气，就是最顶级的护肝药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咱们不妨用热水泡个脚，让全身的气血沉下来。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今天这本账算是彻底结清了。天大的事，等明天太阳升起来了再说。除了泡脚，睡前的1个小时，也建议您把手机放下，别再刷那些让人心浮气躁的短视频或者新闻。可以听一段舒缓的音乐，或者翻几页闲书，让整个人从白天的忙碌节奏里慢慢的沉静下来。房间的灯光也尽量调暗一些，给身体一个该休息了的信号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，
恰恰是帮助肝脏顺利进入深度修复状态的关键铺垫。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能安稳地睡个好觉，比赢了一场大生意更了不起。咱们再说说另一位朋友的经历。李阿姨退休前是单位的骨干，退休后本该享清福，可她偏偏放不下心，天天惦记儿子的工作、孙子的学习，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严重的时候整宿睁着眼到天亮。半年下来，人瘦了一圈，脸色也发黄，去医院一查，转氨酶指标偏高，大夫直言这是长期睡眠不足，肝脏得不到修复闹的。后来在女儿的劝说下，李阿姨慢慢学着睡前泡脚加不看手机，还常对自己念叨一句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硬是把那颗操心的心一点点放下来。3个月后复查，指标竟然慢慢回落到了正常范围。李阿姨感慨，以前总觉得为儿女操心是应该的，现在才明白，我把自己身体照顾好，才是真正替他们省心。这个例子恰恰印证了私人医生那句话的分量：睡好觉，从来不只是闭眼躺下那么简单，它是身体最高级，也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自我修复程序。您看，无论是绿茶、姜黄、十字花科蔬菜这3大天然食材，还是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这3大法宝，其实都不花什么钱。那么当咱们把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坚持下来，我们最终能收获什么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真正能留给儿女最宝贵、最值钱的资产，到底是什么？咱们下一章来做个彻底的交底。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其实归根结底，那位长者的私人医生想告诉我们的，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：防癌抗病靠的不是天价的补药，而是咱们每天都能见到的老3样：绿茶、姜黄和十字花科蔬菜，以及不花1分钱的3大法宝：管住嘴、迈开腿、睡好觉。只要把这3+3的习惯融入生活，您就等于在日常中给自己穿上了防弹衣，拥有了远离肝癌、肝硬化的底气。很多老朋友到了这个年纪，总想着省吃俭用，多攒点钱，多给儿女留点房产。但在翻阅这些成功长者的故事时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更高维度的财富观。真正的富有，不是您的存折上有多少个零，而是到了80岁，您依然能自己走着去公园看花，依然能吃得香、睡得着。咱们把身体照顾好了，不生大病，不让儿女们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在医院的走廊里为您抹眼泪，四处借钱。这就是您对这个家、对儿女们最大的贡献，更是您留给家族最值钱、最深层的资产。很多人一辈子拼命攒钱，想着给子女留下一栋房子、一笔存款，可到头来，如果因为身体拖垮了，这笔钱最后大半都要用来支付医药费和护理费。反过来想，如果您能少生一次病，少住一次院，这本身就是替儿女省下了一大笔钱，更省下了他们最宝贵的陪伴时间。这才是最划算的一笔投资。真正的富足，不是存折上的零有多长，而是老去的时候依然能自己决定去哪看风景。今天的内容，希望能在您的心里种下一颗健康的种子，为您晴天备好伞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这些日常小习惯对您有启发，不妨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身边最在乎的老伴、亲人，或者发到咱们的相亲相爱家族群里，给他们也提个醒。另外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您最喜欢吃的一道健康菜是什么呢？或者您有什么独门的散步小妙招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跟大伙儿一起分享您的养生心得，咱们互相学习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关注嘉诚养生道这个健康频道。照顾好自己就是最大的福气。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